米利在西点军校谈军队转型。作为一个冷静的职业军人，这位参联会主席也可以是最危险的对手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上个周末呢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在美国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上，面对毕业生发表了演讲，告诉这些年轻人，技术将要改变战争了。美国军队要做好准备，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看起来跟今天战争完全不一样、相去甚远的新型战争。这段演讲中还提到，美国在过去70年里边享受的那些优势，很快就将不复存在了。事实上，美国在未来战争中，太空、网络、海上、空中以及陆地每个领域都面临了严重挑战。美国不再是无可争议的全球大国，所以美国必须果断地考虑转型，特别是对中国要重新定位，对战争样式要重新思考。他说呢，美国在欧洲受到了俄罗斯侵略的考验，在亚洲受到了中国经济和军事急速增长的考验，还有朝鲜的核威胁，还有导弹威胁的考验。在中东和非洲，还有大把的恐怖组织等着和美国算账。那么未来的战争将会非常复杂，敌人更加的难以捉摸，另外还要面对城市作战这样复杂的环境，所以需要更多的远程精确制导武器，还有新的各种先进技术。未来25年到30年内，战争及其武器的基本性质将继续发生变化。美军不能坚持旧的概念和武器了，必须重新推动现代化，发展有威慑力的，并且能够在必要时在全球冲突中获得胜利的军队和装备。而西点军校这些年轻的即将毕业的少尉们，作为未来美军的领导人们，这些年轻人将跟各种无人装备一起作战，并且依靠人工智能、合成燃料、3D 制造，还有人类工程，最终要承担起遏制和防止大国之间战争爆发的主要责任。如果抛开中美关系现状，单从这个演讲内容来看，这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思考，还是说明米利一直是保持着随时观察、随时思维的心态，能够通过不断的去研究潜在对手的发展水平，能够关注看上去不怎么现代的俄乌战争，进而去思考未来军事技术、军事战略还有军队建设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。他敢于否定过去的成果，敢于要求全军进行转型，而不是空喊必胜口号，确实体现了一个规划美军发展的高级职业军人的业务素养。一个军队的领导，如果不仅仅是军事素养好，同时还能比较理性，有时候就是可以阻止一些人的盲目冒险。毕竟现在是核武器时代，冷静的军人比狂热的政客更有利于全人类。但是如果水平高，同时还有遏制不住的野心，那绝对不是好事。所以呢，在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上呢，跟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那几位相比，米利至少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没有那么政治狂热，反复强调过中美之间的战争千万不能打，打不起，并且因为跟中国国防部长通电话，还被美国一帮议员说成是四通八路。中美之间的关系呢，现在是走在十字路口上了，好是好不到哪儿去，但是呢，两个分叉，一个方向呢是和平，但是激烈竞争，而另一个方向就是直接进入战争了。美国人如果不能牢记以前战争教训，那么米利再冷静也没有用。而且不管他怎么冷静，他毕竟是个军人呢，他所思所想都是要谋求重新在战略上、军事技术上取得针对中国的优势。而且一旦那些美国政客坚决要求美军跟中国打一仗的话，米利肯定要执行任务，会成为一个危险的敌人。所以越是这样有军事素养并且冷静的人，越有可能对中国形成严峻的挑战。美国什么时候也能找一个房地产大亨主持军队改革，那样我才放心。好，关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西点军校的演讲，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警示？今天呢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明天再谈。